我们知道后来啊，这个又遇到的一件事，就是呢，有2个狱友被他这个送进来，跟他关在一起，一个是司酋长，一个是司膳长。他们2个人呢，就各自做了一个梦。后来醒过来以后，就跟约瑟分享。首先呢，司酋长就跟约瑟讲了他的梦，约瑟就帮他解梦，跟他说啊，3天之内，法老就要提你出监，叫你恢复原职。后面再带一句话：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记得我，向法老提说我，救我出这个监牢，因为我实在是被冤枉的。那这个圣经上说啊，这个另外一个司膳长听到这梦解得好哈，就很开心，就跟约瑟说，我也做了一个梦，然后就把他的梦告诉约瑟了哈。就约瑟我们知道他就是很正直嘛哈。他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，他就跟他说，这梦的讲解是这样的：3天之内，法老必斩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。他也不考虑，他还要跟他相处3天啊，就跟他讲了。那长话短说呢，后来果然过了3天是法老的生日，法老就把这2个人提出去，果然就把这个司酋长官复原职，果然就把这个司膳长挂起来哈，如同约瑟向他所讲解的。但是啊，这个司酋长却不记得约瑟，竟把他忘了。这是圣经里的原话哈，却不记得约瑟，竟把他忘了。你觉得这个人也太健忘了吧？才3天呢，而且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这么健忘呢？我这次在读圣经，我深觉得这是主宰的安排啊，甚至连这个司酋长的忘记都是神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法老还没有做梦。如果他太早被放出来，然后约瑟就远离他乡哦，等到法老真的做梦，就要找谁解梦啊？所以必须要继续把他留在那里哈。然后到了创世纪41章1节，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很有感觉。41章1节说，过了整整2年，法老做了一个梦。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啊，对这个整整2年很有感觉。今天比方说啊，我要还这个义雄弟兄100块，但我只有很多这个1块钱、5块钱的铜板，好，那我就要拿出来仔细的数算，对不对？算完以后交给义雄说，义雄，这是整整100块。这个整整代表什么？代表它是经过数算的，直到这个数目满足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时候是他数算的，你要在信心里去认识这件事。在外面来看，约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倒霉，还遇到一个无敌大健忘的这个人，竟然会把这件事情忘掉。但在神眼中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。在神眼中，他是你可以把它想象，主是在那边一日一日的数算，数到一个时候，整整2年，法老就做了一个梦。我们知道这个后来法老做了这个梦之后就把他的周围的人叫来，希望他们能够解这个梦。这个时候这个司酋长就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，就突然想起来，哎呀，还有一个曾经帮我的人竟然被关在牢里，所以他就告诉法老说曾经如何如何，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年轻人为我解了梦，然后他讲解就应验了。所以呢，法老就急急的把约瑟提出监来，把他的梦告诉约瑟。我们知道约瑟就凭着神的智慧在那里讲解，在埃及会有7个丰年，之后会有7个荒年。所以呢，约瑟就凭神给他的智慧，建议法老说，要在那7年当中呢，多多的积存，让这个埃及能够有许多的粮仓，到时候能够应付那个荒年的需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故事大家可能很熟悉，但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秘诀。对，你要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，他17岁的时候做那个梦，那他这个17岁的时候被卖，30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被带到法老跟前。这13年的时间，他自己做的那个梦还没有应验，但是呢，他一次又一次的凭着信心继续说话。他向着司酋长和司膳长
凭着信心说话，直到他被带到法老跟前的时候，他仍然向着法老信心的说话。他那个凭着信心一再的说，一再的说，至终就把他从监牢说出来了，至终就把他说到那个梦的应验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这件事上非常不像约瑟。我们可能有一些环境，那也许你有些的学习，所以呢，你不敢口发恶言，你不敢随便的出埋怨的话，但我们心里那个信心是很软弱的。所以以至于啊，我们并没有办法凭着信心继续来说话。我们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申言，我现在没有办法传福音。等到我环境过了之后，我就可以来为主做得胜的见证。在那之前，请先让我留在我的这个感觉中，我现在的情形中，我没有办法为主说话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瑟不是这样，他乃是在最消极的环境中，仍然凭着最积极的信心说话。这个说话就把他说出了那个死亡的监狱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在约瑟的身上，我们的说话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，我们的说话也不是凭着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说话乃是根据我们的意向，我们的说话乃是根据我们信心里的那个盼望。这样信心里的说话，至终要把我们所望之事给执实出来。